说白了就是美洲等于美国，所有美洲国家都得听美国的，所有美洲的资源都得归美国用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。谁握有统，谁称王，管他民主与人权。井深3000藏地梦，一滴黑金压万邦。昨日中东燃烽火，今朝美洲起风霜。世界不是讲理场，只是算账修罗场。同志们，继马杜罗之后，董王又点名了，那么下来该谁瑟瑟发抖？彭博社报，特朗普推翻马杜罗，表明美国的新世界秩序已经到来。在打击委内瑞拉后，美国总统表示，他将把外交政策策略应用到其他地方，推测古巴和格陵兰是他想要帮助的地方。特朗普已经放话了，要把对付委内瑞拉的这套外交政策用到其他地方，还明着暗示要去帮助古巴跟格陵兰。那我今天就要问大家一个核心问题：此时此刻瑟瑟发抖的真的只有古巴跟格陵兰吗？接下来我会把这盘棋扒得明明白白，看看那些藏在暗处的目标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要搞懂这一切咱们先回答一个核心问题：董王为啥非要对委内瑞拉下手？真的是为了帮助委内瑞拉人民吗？别扯了。美国的字典里帮助的近义词就是掠夺、侵略。董王自己都说了，未来将取决于保护商业、领土和资源的能力，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核心。这些铁律一直决定着全球权力，我们会保持它。说白了，谁掌控了资源，谁就掌握了世界。而他所谓的帮助委内瑞拉和他想帮助的那些个国家嘛，上回咱们已经说了委内瑞拉的战略价值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大家请移步过去复习复习。言归正传，美国本来一直把美洲当成自己的后院，用19世纪的蒙罗主义画了个圈，说西半球不允许其他的国家染指。结果现在中俄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后院，还跟后院里最肥的羊绑在了一起，这让美国坐立难安。所以国务卿卢比奥这才说是蒙罗主义的修正版，本质上就是想把其他国家从美洲彻底赶出去，重新确立美国在西半球的独家霸权。孙子兵法说，先易后难，先近后远。特朗普这波操作完美诠释了这句话。他亚太再平衡失败以后，美国发现自己在亚太根本掀不起浪花，中国的制造业升级了，一带一路铺开了，人民币结算能源越来越多，俄罗斯在欧洲跟中东也硬气十足。美国想在亚太同时摁住中俄根本就不现实，所以他才选择了战略回撤，先搞定自己家门口的美洲，玩起了美洲再平衡战略，把后院稳住，拿到足够的资源跟战略缓冲。这就像打仗，先巩固后方，再出兵前线。特朗普打的就是这个算盘。现在回到咱们今天的核心问题特朗普搞定委内瑞拉以后，下个目标是谁？真的只有古巴跟格陵兰吗？这格局就太小。根据权威分析美国的目标清单早就列得满满登登，古巴跟格陵兰只是其中最显眼的2个，还有一批国家已经被美国盯上，只是没有明说而已。咱们一个个说，先看那些高优先级目标，也就是美国最可能先动手的地方。第一个还是古巴，古巴跟委内瑞拉一直是美洲反美的双子星。特朗普说要帮助古巴人民，这话术是不是很熟悉？当年美国侵略伊拉克，说要解放伊拉克人民，干涉叙利亚，说要保护叙利亚人民，现在又来这一套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不过特朗普也挺有意思，一会儿说要对古巴动手，一会儿要说古巴自行崩溃，不需要任何行动。其实这不是矛盾，而是美国的威慑战术，先放风施压，看看古巴的反应，也看看其他拉美国家的态度。如果古巴内部出现动荡，美国就可能趁机动手，如果阻力太大，就先把精力放在其他地方。但不管怎么说古巴已经被美国列入了清理名单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毕竟古巴是拉美左翼的标杆，美国早就把它当成西半球安全隐患，长期封锁还多次策划颠覆行动。现在马杜罗倒了，美国肯定会趁机清除这个反美据点。第二个高优先级目标，可能很多人没想到，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。董王已经公开威胁佩特罗，说他病态掌权，参与贩毒。
是不是跟委内瑞拉颗粒度对上？而佩特罗也够硬气了，直接谴责美国抓捕马杜罗的行为，还在禁毒、难民政策上跟美国对着干。美国对付佩特罗手段可能更隐秘，不会直接军事打击，而是以贩毒腐败为由发起司法指控，再联合哥伦比亚国内的右翼势力施压，甚至策划政变，逼着佩特罗下台或者妥协。毕竟哥伦比亚地理位置重要，控制了哥伦比亚就能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南美北部的影响力。第3个高优先级目标，尼加拉瓜。这个国家长期反美，美国早就把它列为专制国家，制裁就没停过。现在马杜罗被抓，美国肯定会借机清除拉美左翼阵营，对尼加拉瓜下手。至于手段，大概就是经济封锁、外交孤立，再支持反对派，推动政权更迭。老味道，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。你看，这3个高优先级目标全是拉美反美左翼政权。美国的心思很明显，先把自己后院不听话的都清理干净，再谈其他的。除了这3个，还有中优先级目标，也就是次可能被针对的国家，其中最关键就是伊朗。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对手，长期支持反美势力。美国之前还暗杀过伊朗将军苏莱曼吉，双方在核问题、地区影响力上矛盾尖锐到极点。懂王呀，先搞定委内瑞拉，其实就是在针对伊朗打预防针。先把美洲的石油和战略航道攥在手里，确保就算在中东跟伊朗开打，就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，美国也能靠美洲的石油自给自足，还能控制全球航运的另一大通道。这步棋下得相当阴险。而且就在委内瑞拉局势紧张的时候，伊朗爆发了3年来最严重的动乱，导火索是货币贬值跟物价飞涨。伊朗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到了142万比1的历史新低。短短6个月贬值56%，几乎被腰斩，通胀率高达42.5%，食品价格同比上涨72%，医疗用品上涨50%。这普通民众月薪折合美元才100多，刚够基本生活开支。表面上看是伊朗的内部经济问题，但背后绝对有美国的影子。美国自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以后，就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，制裁它的石油出口跟金融渠道，导致伊朗外汇储备枯竭，经济结构失衡，现在又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摆明了是想两面夹击。那么为什么美国非要跟伊朗死磕？因为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，全球37%的海运石油都要从这里经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全球每3桶海运石油就1桶要走伊朗的家门口。伊朗一旦出事儿，或者他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，全球石油市场直接就会地震。有分析师预测，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，油价涨幅不会是2%，而是20%。到时候全球油价突破150美元一桶都不是梦。而伊朗石油主要卖给中国、印度等亚洲国家，这又和美国遏制中俄的战略冲突，美国自然不能容忍。还有一个中优先级目标是委内瑞拉国内的反美残余力量。马杜罗被抓以后，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等强硬派还在坚持反美。美国要想彻底掌控委内瑞拉石油资源跟战略利益，就必须把这些反美力量清理干净。手段就是扶持亲美反对派，推动政治过渡，让美国的石油公司全面进入委内瑞拉市场，把委内瑞拉变成自己的殖民地。再说说低优先级目标，也就是边缘可能性。除了格陵兰，还有其他拉美温和左翼政权，比如巴西、墨西哥，这些国家领导人已经谴责了美国的单边行动。美国可能不会直接动手，而是通过外交施压、经济制裁，分化拉美国家，扶持亲美势力，迫使这些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妥协，服从美国的战略安排。董王还调侃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，威胁要攻击巴拿马，阻止中国对巴拿马运河施加影响力。说白了就是美洲等于美国，所有美洲国家都得听美国的，所有美洲的资源都得归美国用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。科威特大学的教授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特朗普政府正在向我们展示帝国秩序的雏形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朋友会问，美国这么到处惹事，就不怕引火烧身吗？其实美国的目标选择是有核心逻辑的，不是瞎动手。第一是看到战略利益，优先清除影响美国在西半球主导地位的反美政权，控制石油等战略资源。第二看意识形态，打压左翼政权，扶持亲美右翼势力，推行新门罗主义。第三威慑效果，
通过打击典型目标，威慑其他国家，让全球不驯服的政权都不敢挑战美国霸权。第四，看操作难度，优先选择军事、经济实力弱、国内矛盾冲突的国家，降低行动风险跟成本。不得不说这算盘的从美洲都蹦到咱们眼珠子上，但也藏着巨大的隐患。这就到了咱们要聊的痛点部分。美国的这一套新世界秩序，不只是其他国家的灾难，更是咱们普通人的噩梦。首先是油价跟物价。如果美国彻底掌握了美洲跟中东的石油资源，全球70%以上的石油储量都在美国手里，到时候油价说涨就涨，咱们的出行成本、物流成本都会大幅上升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全面上涨，生活成本直线飙升。当年美国制裁伊朗，就导致全球油价飙升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直接崩溃，这就是霸权的危害。更可怕的是，懂王的这种先动手再找借口的模式，可能会引发全球连锁反应。这种模式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行动模板。很多网友拍桌子，委内瑞拉这事儿倒是给我们统一弯弯提供了个思路，直接先特种兵作战，把赖缺德给抓了，然后马上宣布接管弯弯，速战速决。